我们做标案，其实从一路以来，我们有一个同事，他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跟着我们一起合作，那是我们现在的设计师，他也是很辛苦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要装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几个月没办法付他薪水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钱，没有收入啊，那他一直撑着。很多人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的，你在某一些阶段，你应该会遇到你的贵人，可是什么叫贵人，并不是给你钱叫贵人，他可能陪在你身边的，一直用心支持你的，给你全部的力量，他能够给你的全部力量去支持你，那个就是贵人。可是我是一个从小到大我都会经历很多的波折的人，我不觉得说困难是困难，我不觉得说挫折是挫折，我都会吞进去，我会吸收起来，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可能那么长，应该还有其他的机会，所以我还是每天过一天。我只有些时候会很难过，为什么不能让我身边的人过比较好的日子？结果我们又去借了一些钱，我们要去印 DM， 我们要去印好的 DM， 我们要设计好的东西，印好的 DM， 我们要寄给全台湾的美术社，不是美术社，就是教小朋友画画的那些补习班啊、才艺补习班那些东西，好几千份，那印一张好多钱，然后寄出去了，只有一个，有一些打电话来给我们，在问这个东西，那可是他们觉得太贵了，然后后来只有一个约我过去看，跟他们谈，然后去谈，他们也觉得太贵了，后来就没有下文。那个时候我们除了要做这个东西，我们也想要做自己的品牌其实我们一直是这样子的方向。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布利克星球的风格就是一定要先有故事，故事出来之后才会有图像，这是我们希望的，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走。布利克星球是从我们在标案的那个失败的创业的过程之后，很深的一跤。我们以另外一个远景的角度，自我鼓励跟重活所创立的品牌。我刚刚有讲到布利克它其实是法文转过来意思，可是它比英文的 brick 更坚固。用肤色主题去把这个图像的画面画出来，所以我们有去找了一些设计师合作，还是没有生意啊。我们在那个 PC Home 上卖，还是卖不掉，一直都没有。这个品牌2008年12月开始成立这个品牌之前，我们就开始做规划了。我们是在7、8月的时候买这台机器，数字登记，所以我们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 run 这个性能，我们去用了好几个时间去看它的喷印的效果。那这个是跟一般市面上 T 恤印制不太一样的是，一般的 T 恤都是用网版印刷的方式去刷上那个胶跟墨水，那所以它会有一层东西在。数字跟不一样的是，它是用环保墨水去染镀钴环保墨水去染在衣服的纤维上，在经过高温布射之后，它就变成一件衣服了。对，所以它没有胶，它很透气，你不会觉得它有任何的重量。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怎么会没有人要呢？我们是用了那么好的东西去做，我们不是传统东西我们是，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在台湾流行才2、3年而已，2、3年而已，它才刚要起来而已。然后大部分是在国外，因为国外它其实有很多个人性的东西，像刺青的 T 恤、塔图的 T 恤，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夸张的表现。可是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，它有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它当它的量比较少的时候，用网版印刷的方式做，它是会成本太高。所以他用数位资本做的成本，它可能在量少多样的一个方式的经营上面，它是可以省下它的成本的。那时候我们已经放弃品牌，你知道吗？很显然，我们那样子的方式去操作我们自己的品牌，我们做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只能做代工。而且代工还是客人跟我们说可不可以帮他做代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往这方面去思考。后来有一些回响，开始慢慢的去做了，去在代的部分开始去有一点点的业绩进来，有这些钱进来的。几千块，他一个月可能几千块、1、2万块，还是不够啊。我们买墨水都不止这些钱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要去进这个东西，还是去借钱。我在台北县市台北县市我加起来弄了大概100多间、200间的那个贸易商或是成衣的品牌，没有人理我们。后来有几家有理我们，是找我们打压。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客户他们可以接受
的是打样，因为没有做过那个东西，所以不知道说那个东西的经营方式怎么样，所以人家只会接受打样的代工，不会接受我们这种方式的大量的印制。我过去的阶段，我们过去的阶段，很多事情其实没有真正的遇到跟发生的时候，你没有真的去做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，你也不知道结果会好还是不好。可是你得去做，你得去做，你得鼓励自己去做。那我觉得我们一直很勇敢啊。为什么很勇敢？是因为我们已经负债一堆了。那我们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我们去工作，一个是继续撑下去。可是就算我们夫妻两个人去工作，我们赚到钱还不够付我们的负债，还不够付我们要付给银行的小信贷钱啊，我们都还不够付，所以后来选择继续撑下去。如果我有一个天赋的话，我只能这样说，我不会比别人聪明，我也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。我觉得我没有专业知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转换的东西太多了，我没有累积相当的经验。对，你自己的每一个过程里面有遇到很多决定，在那些决定发生的当下，你可能会觉得压力很沉重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你身上？可是那又怎样？那没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那个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子。你要去想象说，我一定可以走过来，我一定可以走出来，那个不算什么。你要这个勇气去面对那些困难。当你走过之后，你往回看，它不过就是一个几十年前，没有那么久，10几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已。然后小学被老师骂，或是当兵的时候那个怎么烂钱，那个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，不会觉得说那是你对你造成任何的影响，不会，现在都不会。我相信大家在座的，如果从现在往回看，去回顾你自己所经历的过程里面遇到的这些困难跟痛苦，你现在往回看，那算什么？它只是一个回忆嘛。不要因为当下所发生的任何困难去影响你，可以勇敢面对它的勇气、它的能量。代工业务其实并没有办法帮我们创造多大的营收，因为我们的洞刚刚讲过，还一直在存在，越来越大。所以我们那时候 ，Sarah 就是莎拉普利克人，他去设计一个包包，那个包包是有故事的，那是看见台湾系列的包包。看见台湾系列这个包包是让我们品牌重生的一个关键。我们其实每一件事情3个人都一起讨论，因为跟你一起辛苦那么久的人，他的意见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学会去尊重你身边的人。然后我就想，那去把我们的商品拿去给那个金南百货，然后拿去给成品书店看看好，我们做自己设计的品牌的 T 恤，我就把这些东西我写一个企划书，就把这些东西再寄给用台湾系列这个主题寄给金站，然后寄给成品书店，都有消息，我就寄2天就有消息了。然后还有一间博客来没有消息，成品书店有，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买，开始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变成他们在2010年的4月的主题旅行节的那个主题开始做，他真的把我们放在一个主要的一个 spot， 那个吸引人家的一个目光是很大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有故事的画面，你一定要看着这个图像，你要看到它的文字，你才会去引起你买的欲望。这个也是当初成品书店决定要用我们的东西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除了有图像之外，除了包包之外，我们还有卖手笔，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商品。金站的窗口打电话跟我们说，他说希望我们可以去创作我们自己的图像，把那些图像印在 T 恤上面，然后不是只有单纯卖包包，还是以 T 恤为主。过年那段时间，从6月9号开始，我们3个人轮流站柜，我没有去过年，是3个人，然后大部分是我站，因为他们也要印衣服，我们都会跟我们现场同事讲说，你去导览。你是在做一个导览工作，你是在去介绍这个图像的故事给客人的这个工作，他有共鸣，他留下来，他如果没有那就算了，没关系。我们就开始一直找到自己的点。现在目前的工作就是在金站跟成品赌场，然后网上工作博客来。我觉得有一个最大关键点就是你要有同理心，你要有同理心是说，我们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、挫折，把它转化成为故事。每一个不同主题的故事，我们把它转化成为图像，那是从我们自己身上的真实的感受去做的，而不是一个虚拟的东西。
因为我们真实的经历了那些事情，这个图像可以对他有力量，有情感的力量，有会心一笑的力量。我们在解一个商品的方程式，我们在解那个方程式的组成是什么？那个组成要怎么配？它配比要怎么样去做？它才能够打动消费者，它才能够让消费者愿意去买这个商品。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想趣味性、轻松、趣味、简单、感动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布利克星球的品牌精神。